我们现在在基隆路口2站等公车，等的是311公车，要去信义新生路口。公车来了。我们现在从信义区往大安区走，今天要来探索大安区最适合拍照打卡的几个地方。这段车程大约45分钟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信义新生路口了。这条宽敞热闹的马路就是信义路2段，我们要过马路，然后继续走新生南路2段。大安不止生活便利，更是一种生活风格。大家说它是城中之城，它是台北最具代表性、最受欢迎的区域之一，也常被视为城市的核心。马路对面就是大安森林公园。大安区既有都会的感觉，又不失悠闲的氛围，现代又自在。有像信义路、仁爱路这种宽敞大道，也有满是绿意的径向低楼层住宅，走路或骑脚踏车都很舒服，到处都有绿荫与行人道。现在我们转进金华街，开始今天的拍照散步。金华街是一条安静、有树荫的小街，很有台北住宅区的味道。这条街不吵闹，但有一种让人想多看一眼的魅力。这里有台北市立金华国中，让这区多了一点书卷气。金华街穿越大安区一片绿意盎然的角落，离永康街和大安森林公园都不远，但它自己却保持着一种低调又自在的节奏。这家店卖的是天然无添加的发酵产品，像是酵素饮、酱油、醋等等。金华街不是观光景点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它才迷人。你会在平凡的转角里发现很适合拍照的瞬间。
这里就像城市里的一口清新空气，干净、安静，带点淡雅。建筑不高不壮，颜色也不刺眼，就是很舒服。它不张扬，而是邀请你放慢脚步，静静的欣赏。对面有一家甜点店吸引了我的注意。雪人兄弟在金华街156号，冬天最有名的是芝麻汤圆和刨冰。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吃汤圆，现在先去另一个必访地点永康街。但在那之前，先看看金华街与永康街交叉口的风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走进永康街了。这里是台北最有人气的小巷之一，有创意，有人情味，还有超多美食。这一带叫景安，没有招牌闪亮亮，也没有新颖外观，像是穿越回到旧时光一样。这里的景安市场也叫昭和挺文物老市集，最早是1984年开的隆安市场。这里原本就是日治时期的昭和挺一部分，那种历史氛围仍然保留着，像是瓷砖墙面、老店招牌和怀旧的静谧感。这里不是一般的菜市场，没有水果摊，也没有熟食，卖的是古董瓷器、老电影海报、古茶具，还有时代的记忆。我们继续走走看看，探索永康街的魅力。永康街以前其实不是什么热门地点，就在大安森林公园后面，东门旁边。后来进驻了一些艺术家与特色小店，才慢慢变成现在这样有文化气息的街区。平日的午后也不会太冷清，路上有来来往往的人，建筑小而温暖。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爱来这里拍照、吃美食、散步。虽然街道不长，不到几百公尺，但没有人会匆匆走过，这就是它的魔力。
这间店专门卖咖啡豆。逛着逛着，我看到昭和町的字样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昭和町这名字是日治时代台湾行政区的一部分，当时台北的区划使用日文名称，这一带就叫昭和町。昭和是日本天皇年号，从1926年开始，昭和町就是那时的街名。现在市集里还留着昭和町的字样，不只是为了怀旧，更是纪念这段历史文化。台北融合了台湾、中国和日本的文化，形成独特的风貌。这些历史痕迹不是过去的包袱，而是城市的底蕴。这是刚刚看到的那间咖啡豆专门店，我们近一点看看。市场2楼还藏着一间小型图书馆哦。我们现在从市场旁边的出口走出来，继续在永康街慢慢逛。
我们回到金华街，要去吃雪人兄弟的芝麻汤圆了。冬天的甜汤特别暖心，芝麻汤圆配上花生汤很受欢迎。汤头香甜，糯米皮又软又 Q。这里的季节限定甜品很有台湾味，吃起来特别温馨。来这里吃甜汤，好像在冬天找到一个避风港。我们来点餐，找个位子坐下吧。这就是他们的菜单。我们点的是芝麻汤圆配花生汤。在台北，很难找到像这样的街道，安静、美丽又贴近生活。这不只是一段路，而是一段回忆。我们今天的金华街和永康街的打鸡之旅就到这里，下一站是荣景时光生活园区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散步，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